美国大选结果一出来，中国的外交姿态就明显软化了。11月15日，在秘鲁利马 APEC 会议上，中方代表团一改以往强硬作风，开始强调反对经济割裂，反对阻碍合作。这番表态看似在为全球化发声，实则是在给即将重返白宫的川普释放和解信号。不过，这次的温和态度显然改变不了美国的对华态度，反而暴露出中国在经贸领域的焦虑。为什么中国突然变得这么温顺呢？这里头大有文章。我们先来看几组数据。自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打以来，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从2018年的3233亿美元，一路下滑到2022年的2900亿美元。今年前10个月更是只有2100亿美元，按这个速度算下来，全年能有2500亿美元就不错了。这可是整整少了700多亿美元啊！但这还不是最惨的。从2021年开始，全球产业链加速去中国化。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数据，2022年有超过60%的日本企业选择将产能转移到东南亚和印度。美国商会的调查更吓人，87%的美企表示已经开始或计划将供应链移出中国。连中国的老朋友德国，今年也有42%的在华企业表示要减少在中国的投资。过去30年，正是借着全球化的东风，中国才从一个穷光蛋变成了世界第2大经济体。现在好不容易混出头了，人家美国突然说不玩了，这不就等于把中国的财路给掐了吗？更要命的是，现在美国两党在对中政策这件事上难得达成了高度共识。连一向被认为是亲中派的拜登，这2年也是川规败随，该制裁的制裁，该封锁的封锁。半导体禁令一个接一个，连荷兰的光刻机都不让中国买了。前段时间，美国商务部更是直接宣布禁止英伟达向中国出口 A800 和 H800 芯片。这下可好，中国的 AI 产业直接被卡了脖子。有意思的是，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临终前还特意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美中关系已经回不去了。这位96岁高龄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，可是见证了中美关系从破冰到蜜月，再到如今的冰点。他都说没希望了，那这美中关系还能指望什么好？明年1月，川普重返白宫。大家都知道，川普可是个生意人，最懂得算账。他一直在喊中国从美国赚走了太多钱，按他的逻辑，国际贸易就像做生意，不能只有中国赚钱，美国一直亏。从2001年中国加入 WTO 到现在，中国从美国赚走了将近5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。川普重新上台，他非得把这笔账跟中国好好算算不可。看来不管如何高喊全球化口号，现实都不会对中国网开一面了。等到明年川普重新入主白宫，中国老百姓还是赶紧准备过苦日子吧。这2天，美国国会山上一份重磅报告在中国商界掀起轩然大波。11月14日，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·穆勒纳尔抛出了一个惊人提案，恢复贸易公平法案，要永久撤销中国的最惠国待遇。这位美国议员说得很直白，中国利用了我们的市场20多年，最终背叛了当初给予贸易优惠时的期待。来看看具体的数字。自2001年加入 WTO 后，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一路飙升。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，2001年中国对美顺差还只有830亿美元，到2022年直接飙升到3800亿美元。22年间，中国从美国市场获得的贸易顺差总额超过5万亿美元。这个数字足以解释为什么美国要对中国采取如此强硬的立场。更要命的是，同一天，美国中国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又扔出一份2024年度报告，
建议对中国商品征收最低35%的关税，战略物资更是要征收100%的关税。要知道，目前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平均关税也就19%左右，这要是真提高到35%，对于中国的出口企业将是毁灭性打击。我给大家列几个数据感受一下，去年中国对美出口额是5367亿美元。如果征收35%的关税，那么相当于中国企业每出口100块钱的商品，就得多交35块钱的关税。按去年的出口额计算，光是关税一年就得多交近1900亿美元，这就等于直接抹掉了中国一半的贸易顺差。而且，美国人打击中国的手段可不止这些。这份报告还要求废除800美元以下小额商品免关税的政策，这对谁的打击最大？拼多多和西因，前段时间这两家公司不是在美国杀得风生水起吗？就靠这个免税政策，一年能卖出去好几百亿美元的商品。现在这个政策没了，他们还怎么在美国市场混？不过最狠的还不是这个。美国人看准了中国现在经济不景气，抓住这个机会要一举 KO 中国。他们居然要搞一个叫 AGI 曼哈顿计划的东西，就是要在人工智能领域彻底超越中国。说到 AI， 我得给大家提个醒。现在中国虽然也在喊着要发展 AI， 但是差距在哪儿呢？就拿大模型来说，美国的 GPT-4 用了超过2万亿参数，而中国国产最强的文心一言才多少？1800亿参数，这差距得有10倍不止啊！更别说现在连英伟达的芯片都买不到了，以后这个差距只会越来越大。看到这里，有些朋友可能会说，我们不是还有稀土吗？可以用来反制美国啊！我给大家泼盆冷水。2010年的时候，我们确实用稀土卡过日本的脖子，但是你猜怎么着？这10几年，美国、日本、澳大利亚都开始大规模开发稀土矿了。现在中国在全球稀土产量的占比从90%降到了58%，而且还在继续下降。这张牌已经不好使了。现在美国是铁了心要把中国给打垮。你看他们这个恢复贸易公平法案的实施步骤，第1年关税提高10%，第2年25%，第4年50%，第5年就直接100%。这不是要置中国于死地吗？最吓人的是什么呢？川普的团队已经在准备一套组合拳了：贸易法律战、投资禁断战、技术割喉战、移民遣送战，就等着川普明年1月上台，这几个大招就要一起放出来了。到时候中国可真就是腹背受敌，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了。怎么说呢？现在的局势已经不是什么修昔底德陷阱了，也不是什么新冷战了。最近啊，我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新闻。11月22日晚上，格力地产突然发了个公告，说要把自己的房地产业务全部甩掉，改做免税生意去。这事儿听着挺正常是吧？但是大家想想，格力地产可是珠海市国资委控制的国企啊，连国企都开始跑路了，这是不是说明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烂到家了？我给大家讲个更吓人的。新加坡最大的房地产投资公司凯德集团这2天也坐不住了，他们直接宣布要在2028年之前把在中国的投资削减10%至20%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凯德在中国可是压了6000多亿人民币啊，他们要撤资1000多亿，这不就等于在说中国房地产市场要完蛋了吗？更要命的是，凯德集团可不是一般的公司，它背后是新加坡政府的投资机构淡马锡，在中国市场可是深耕了几十年。按理说，新加坡人最懂中国市场，现在连他们都要跑，这个信号可就太吓人了。根据花旗银行的报告，凯德集团今年就要从中国套现53.8亿，到现在已经撤出了16亿多。但这才哪到哪呀？
这些杨大爷可是比我们明白得多，闻到一点风吹草动就开始跑路了。我再给大家报个猛料，根据中指院的数据，今年前10个月，全国百强房企的销售额比去年同期下跌了 47.2%。这是个什么概念呢？就是说，这些大房企现在连去年一半的生意都做不到了，难怪碧桂园都要违约了，恒大更是连破产重组都进行不下去。再看看最新的数据，今年10月份，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新房环比全面下跌，超过40个城市的二手房价格也在下跌，就连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，房价也开始跌了。深圳的豪宅价格比最高点已经跌了 30% 以上，上海的豪宅更惨，有的地方直接腰斩。大家别以为房价跌了是好事，要知道，中国有超过 70% 的老百姓的财富都压在房子上，房价一跌，大家的财富就缩水了，谁还敢消费？不消费，经济就更差，房价就跌得更厉害，这不就成了恶性循环了吗？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，国企都开始跑路了，外资也在撤退，房价还在加速下跌，这不就是崩盘的前奏吗？这些政府官员在那儿忽悠老百姓说房住不炒，自己的子女倒是早就把房子卖得移民国外了。还是那句话，今年房地产市场已经这么惨了，等明年川普上台，那可就更要命了。到时候美国一加息，人民币又得贬值，那些靠借美元周转的房企怕是要死得更快。看来中国老百姓是真要准备吃糠咽菜的日子了。